美联储降息，停止缩表，这不是结局，而是序幕。一个更大的全球性的金融循环正在被重新启动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美国救市的老戏码，但这次不一样。这一次，美联储不是在修补，而是在重启系统。要知道，美联储可不是普通的中央银行，它是一个从1913年起就被特权资本掌控的机器。你以为它属于美国，其实它更像是一个隐形的全球中枢。印钞、放水、制造通胀、收割资产，这些动作从来都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，而是为了维护体系的稳定。为什么说稳定？因为对他们来说，真正的威胁不是通胀，而是失控。当资金断流、债务爆炸、市场信任瓦解，整个美国梦就会露出裂缝。现在的美联储就像在给病人吊点滴，不治病，只保命。回头看，美国这几年干了什么？表面是科技繁荣、AI 热潮、股市创新高，实际上却是流动性堆出来的假象。一个最直白的例子，2024年底，美国私人债务创下历史新高，家庭信用卡负债逼近 1.3 兆美元，利息支出比10年前多了2倍。那是实实在在的压力，不是统计学数字。很多人问，既然经济这么烂，股市为什么还涨？很简单，钱在找出口。通胀高，利率降，债务多，实体冷，资金自然被逼进股市，就像洪水没地方流，只能灌进城市。AI、半导体、能源这些领域成了避风港，但避风港也是泡沫的温床。你可能以为现在的 AI 是革命，其实更像是被制造出来的信仰。因为只要市场有信仰，流动性就能延续，资本就有借口继续游戏。问题是，信仰能撑多久？现在，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，宣布12月停止缩表。听起来温和，实则危险。停止缩表意味着美国准备重新放水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只要他们一放水，全球资本市场就要重新洗牌。你可能想不到，放水是对债务的续命，但也是对美元信用的掏空。过去10年，美元指数一度冲上120，如今跌到100上下，这不是偶然，那是资本的投票。美元正在失去唯一性。以前全球危机时大家都买美元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分散外储，减少美债持仓，这代表信任的根基在动摇。有趣的是，美债市场的压力比表面严重得多。光2025年，美国联邦政府要发行超过 2.5 兆美元的新债，而且这还不包括各州赤字。谁来买？日本减持，中国减持，沙特观望，剩下只有美国自己人，也就是美联储和私人信贷基金。问题是，这些私人信贷机构现在自己都快爆了。私人信贷的本质就是影子银行，它不像传统银行受监管，它靠高杠杆、高利差完资金游戏。2023到2024年，美国私人信贷市场规模膨胀到 2.1 兆美元，几乎比2008年次贷危机前的 CDO 还大。而现在，违约潮已经开始了。去年底，美国企业债违约率攀升到 4.1%， 是疫情后的最高点。别忘了，2008年雷曼倒闭时违约率是 4.3%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火苗已经冒头，只是市场还没闻到焦味。很多投资人还沉浸在 AI 狂欢、纳斯达克新高的喜悦中，却忽略了流动性正在慢慢蒸发。股市的上涨其实就是最后的宴会。你看2000年、2008年，每次泡沫破灭前都是最疯狂的上涨。这次不例外。2025年的美国看似繁荣，实则已在透支未来。更可怕的是，美联储这次降息不是出于信心，而是出于恐惧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再不放水，私人信贷会连环爆，一旦信贷断裂，银行就得接盘，银行接不住，政府又要救。这个循环他们玩了100年，
但这次的风险在于，美元的信用正在全球范围被稀释。如果你去看数据，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：美国国债的平均利息支出已经逼近1兆美元。换句话说，美国每年要花相当于一整个军费的规模，只为了付利息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他们借新债来还旧债，财政赤字变成常态，印钞不再是手段，而是生存。那么，美联储为什么敢放水？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降息可以延命，缩表停止可以拖时间。可问题是，这种拖延的代价是美元体系的信誉透支。而当信任崩塌时，全球资本会往哪里跑？你以为是欧洲？不是。你以为是新兴市场？也不是。真正的赢家是掌握能源与资源定价权的区域。现在全世界都在暗中布局这个方向。你看，美国拼命拉拢中东，签能源协议，控制航道；亚洲国家开始扩大本币结算，削减美债，连金砖国家都在谈取美元化的清算系统。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，美元霸权的裂缝已经出现。然而最吊诡的是，美国内部的政治正在加速这种裂缝。川普的势力 Mega 派、老派工业资本正在与华尔街的金融派撕裂。前者想重建制造业，让美元回归实体；后者只关心金融循环、资本套利。结果就是美国在内部冷战，外部压力叠加内部撕裂，这让美联储的任何政策都成了赌注。降息也不是救经济，而是为选举铺路。因为只要市场不崩，信心就能撑。可是信心这种东西，一旦破，就像玻璃，粘不回来。当流动性退潮，才知道谁在裸泳。这句话在2025年再次应验。过去2年，美股的繁荣几乎靠9家科技巨头硬撑。微软、NVIDIA、苹果、亚马逊、Google、Meta、特斯拉、AMD、Broadcom 这9家撑起了整个市场的估值幻想。你知道多夸张吗？标普500的市值增长有超过70%来自这几家公司。换句话说，美国的繁荣其实是9家公司的幻灯片。这些股票之所以能飞，是因为 AI 这场信仰运动。ChatGPT、Claude、Gemini、Copilot 每一次发布会都像宗教仪式。华尔街需要故事，而 AI 就是2020年代最完美的故事。它让人相信未来无限，利润无边，风险可以忽略。可问题是， AI 到现在真正能赚多少钱？根据高盛今年7月的数据， AI 产业全球实际收益不到市场估值的 2%。 也就是说，它的市值增长了几十倍，但利润只跟着涨了2步。你说这是不是典型的信仰泡沫？ AI 是个好概念，但资本市场不是在炒技术，是在炒想象。当美联储降息，市场有了流动性，就需要一个新故事来吸钱。2000年是互联网，2008年是房地产，2020年是加密货币，而2025年就是 AI。 你会发现，每一轮泡沫都有同一个节奏，一开始是颠覆性的技术突破，接着是媒体狂欢，然后是全民投机。现在这波 AI 热就是复制2000年纳斯达克的路线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的主角更聪明，他们掌握算法，垄断算力，控制趋势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但聪明人太多，故事就危险，因为大家都在赌同一件事， AI 将吞噬一切。可资本市场最怕的不是风险，而是共识。一旦共识破裂，价格会像冰崩一样坍塌。你想想，
现在的 AI 公司估值高到什么程度？ NVIDIA 的市盈率超过70倍，微软的云业务增长却开始放缓。OpenAI 的估值被炒到1500亿美元，但它的收入还不够养活一座中型数据中心。市场装作看不见，因为他们需要信仰。可信仰一旦破灭，连美联储也救不了。再来看看美国银行体系。很多人以为2023年的银行危机结束了，其实只是暂停。矽谷银行倒闭那次是预演，真正的危机在私人信贷、商业地产、债券基金这些角落。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，到2025年底，美国商业地产有超过5000亿美元贷款将到期，其中一半无法续贷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空置的写字楼、拖欠的租金、违约的债务全都在逼近，而这些债务大多被私人信贷基金吃下去。这些基金原本靠高利息吸引退休金、保险金、主权基金，现在一旦违约，连锁反应会比次贷更快。想象一下，一个私人信贷基金爆了，机构撤资，市场恐慌，债券价格暴跌，美联储被迫在降息救市。可是降息越多，通胀越高，美元越弱。美元越弱，外国资金越跑，债市更惨。这个循环像一个无解的迷宫。所以美联储这次降息不是胜利，而是投降。接下来2年，美国经济会出现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——假复苏。数据看起来漂亮，失业率低，股市高，消费稳，但背后全靠债务堆起来。就像2006年的美国房市，人人都在借钱买梦想。只是这次不是买房，而是买 AI 股票。如果你注意新闻，会发现很多散户资金又回来了。Robinhood、eToro 这些平台的活跃用户在2025年第2季度暴涨 30%。新一代年轻人把 AI 股当成新比特币，他们相信科技永远不会跌。这句话听起来耳熟吗？2000年人们也是这么说的。一旦市场从狂热转向恐惧，速度会快到你来不及反应。那什么时候崩？这问题很敏感，但迹象已经出现。第一，美国的企业盈利增速在放缓。第二，信贷利率虽然下降了，但融资量没上升。第三，美元指数跌破关键支撑，说明全球资本正在抽离。这3点一旦重叠，意味着泡沫顶部。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说，不可能，美联储不会让股市崩。确实，他们不会主动让，但市场会自己崩。美联储能控制利率，控制货币，但控制不了信任。2008年雷曼倒闭前，华尔街也以为没人敢让他死。结果呢？一个周末，全球金融冻结。现在的 AI 热比当年的房地产还危险，因为 AI 的估值更抽象，参与者更多，退潮的速度也会更快。到2026年，我们可能会看到3件事同时发生。第一，美股从高点回调 30% 以上。第二，美国部分私人信贷机构破产，引发债券市场动荡。第三，美联储被迫再度启动 QE， 也就是新一轮量化宽松。那时候美元会更弱，通胀会反弹，黄金、比特币、能源这些反系统资产会开始疯狂上涨。你或许觉得这项危言耸听，但看看历史。1990年，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双双崩盘。2000年，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。2008年，房地产引爆金融危机。2026年，AI 泡沫崩塌只是顺理成章。经济规律很简单，凡是依靠信仰支撑的繁荣，最后都以崩溃收场。不过，这场崩溃未必是坏事，它是系统自我纠偏的过程。只要你提前看懂节奏，就能在别人恐惧时稳住自己。现在关键问题是，接下来资本会往哪流？很多人会说，当然是美国债市，安全吗？
但抱歉，这次不一样。美国债务太大，收益太低，信用太虚，钱不会再乖乖进债市，而会往实物资产和非美元体系跑。能源、资源、科技自主化、区域货币清算，这些才是新趋势。你可以看到，2025年各国开始谈新的支付系统，东南亚、印度、中东都在加速去美元化。别误会，这不是政治，而是生存。谁都不想被绑在美国的利率周期上。这时候，美国的金融体系就像一艘巨轮，仍在前行，但底舱已经进水。表面看风平浪静，实际上螺丝松了，舵也卡住了。美联储降息只是暂时堵住漏洞，停止缩表只是暂时拖延洪水， QE 再来一次只会让船更重。接下来我们要问，当美元体系出现裂缝，全球金融秩序会如何重组？这才是真正的大戏。美元体系要它吗？这问题听起来夸张，但事实是它已经开始松动。你注意看，美国这几年最大的问题不是通胀，不是赤字，而是信任。信任才是货币的根。美元能称霸，不是因为印得多，而是因为全球相信它能对得出。可现在这个相信正在流失，你去看数字就知道。过去一年，中国、日本、沙特、印度都在减少美债持仓。外国央行对美国国债的净购买量从2013年的 1.2 兆美元跌到2025年的不到2000亿。这意味着别人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债务兜底，美债变成了美国自己借给自己。换句话说，美国的信用不再是全球的信用，这就是美元霸权的终点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崩塌，它更像是一座老房子，外面刷得光鲜，里面的梁柱早就被白蚁蛀空。美联储现在的降息和放水，其实就是往地基灌水泥，让房子暂时不倒。可问题是，白蚁还在咬。美元的白蚁就是债务。2025年，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突破38兆美元，相当于 GDP 的140%。你能想象一个国家每年收入不到5兆，却要背38兆债务吗？这就像你月薪5万，却背着70万的信用卡账单，还在继续刷。更离谱的是，他们已经没打算还。财政部发新债还旧债，美联储印钱买债，国会继续加预算。这种循环在历史上只出现过2次，一次是2战前的英国，一次是罗马帝国衰退前。你知道当时的罗马发生了什么吗？硬币开始掺铜，军费开支飙升，民众对货币失去信任。结果是什么？通胀、社会撕裂、外部战争，然后是体系崩溃。现在的美元就是现代版的罗马币。当信用透支到极限，资本会自己找出口。你以为美元会被谁取代？不是欧元，也不是人民币，而是一整个区域货币联盟的新模式。过去3年，全球正在悄悄形成几股新势力：东盟的本币结算，金砖的去美元支付系统，中东的能源结算联盟，非洲的数字货币试点。这些都不是新闻，但拼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一个趋势：世界正在为没有美元的时代做准备。你可能以为这些国家只是小动作，可当他们开始相互结算、彼此贸易，用本币支付，用数字系统清算，美元的需求量就会慢慢减少。这种减少不会引爆，却会让美元失血。就像一个人不被车撞死，而是每天被放走一点血。所以美联储再怎么降息，再怎么放水，也就不了一个正在被抛弃的体系。当然，美国不是没看到这一点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他们疯狂地加大能源布局？拜登政府重启 LNG 出口许可，川普阵营喊出重返制造业，五角大楼在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。其实这些都不是经济政策，而是防御。他们在为美元失去世界结算全做准备。
当美元不再是世界的硬通货，美国就得靠能源加军工加科技专利重新筑起壁垒。这也是为什么 AI 成了国家级战略。你以为 AI 只是生产力？错，它是美元体系的下一个控制杠杆。因为谁掌握算法，谁就掌握效率，谁掌握效率，谁就能继续吸金。所以美国才拼命维持 AI 趋势，这不仅是资本的游戏，更是国家的严命计划。但这套趋势能撑多久？ AI 泡沫崩塌之后，全球资本将重新洗牌。2026年到2028年会是关键3年。那时候，美股估值回归现实，美债收益率上升，美元贬值，全球资金开始寻找第二个避风港。这个避风港不会在美国，也不会在欧洲，而是在区域增长体。什么是区域增长体？简单讲，就是那些能自产能源、能稳定贸易、人口还在增长的经济圈，像东盟、印度、中东部分国家。这些地区有个共同点，他们既靠近供应链，又远离战争。再加上数字货币、AI 生产力、能源自主，他们会形成新的资本循环，不是全球化的那种，而是多中心化的。这就像一个世界的重启。过去50年，全世界都在围着美元转，未来20年可能是5、6个金融中心并存的格局。每个区域有自己的支付系统、结算货币、贸易圈。美国依然强大，但不再是唯一。这才是2025年美联储动作的真正意义。他们不是在控制世界，而是在为失去控制做准备。你以为降息是救经济，其实是延命。停止缩表是投降， QE 再来是自我麻醉。这听起来悲观，但对普通人未必是坏消息。因为每一次体系更替都会诞生新的财富转移机会。想想2000年泡沫破灭后，谁赚到钱？是看到互联网长期价值的人。2008年崩盘后，谁翻身？是买入被低估资产、相信复苏周期的人。2026年也一样，泡沫破，信仰碎，但资源、科技、能源不会消失。真正聪明的人会趁混乱时布局未来。问题是，你得先看懂节奏。未来3年，最关键的不是谁涨谁跌，而是谁能稳。谁有现金流，谁有真实资产，谁不依赖债务，那才是真正的赢家。有句话现在特别适合，未来的财富不在价格，而在耐心。等风暴过去，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，美元不再一家独大，资本开始讲信用回归，生产力重新定价，科技不再是泡沫，而是工具。到那时，美联储的降息不再是救市，而是象征旧时代的金融循环彻底结束。所以今天这场降息、停止缩表，看似技术动作，实际上是文明交替的信号。一个属于债务繁荣的世纪正在落幕，一个属于效率与真实的时代正在登场。有钱人看到了，有准备的人也看到了，只是大多数人还沉浸在股市红盘和 AI 幻想里。历史不会等人，就像海浪退去，沙滩上留下的永远只有2种人：看风景的和被浪打翻的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